大家好，我是 WS Brother 的 Andy。今天呢，我要跟你们分享7样我回到马来西亚非常不习惯的文化差异。影片开始。OK， 先来说说为什么我会回到马来西亚。第一，为了陪家人。第二 ，Chinese New Year。MCO lockdown 没有错的话，好像是3月14号吗？还是15号？但我是前一天我又回来马来西亚做一些我私人的东西。做完了之后，我就马上连夜开车到新加坡，一直到前3个礼拜才回到马来西亚。到今天为止，算到来是700天，足700天了。我是怎样回来的呢？当然，现在最 hot 的 topic 就是 VTL。Vaccinated Travel Land， 它就是让一些已经打了疫苗的人，连他们就可以用这个 VTL 的这个路线从新加坡回到马来西亚，而且是不需要隔离的。讲到这个 VTL 的这个巴士，其实很多人都抢不到，也有人真的很想回家，带着那种很想见家人的感觉，可是偏偏他们抢不到巴士票。连我说这个人其实安仔也是在里面，我相信他一个人在新加坡也是非常的孤单，没有人可以跟他一起拍 video， 没有人可以跟他一起讲话。我也好想念跟他一起拍 video 的日子，有人回答我的问题，有人跟我一起搞笑，有人跟我一起尝试新的东西。但是我们还有机会的，一定会有机会来到马来西亚拍摄新的东西、新的美食、新的玩的东西给你们看。答应过的事情一定会做到。OK。就因为这个700天马来西亚已经让我感觉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国家，就好像我已经好久没有去日本了，好久没有去泰国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是带着一种好像旅游的心态回来马来西亚。讲到旅游的话，你去到每个国家，你一定会有体验到一些不同的文化，所以今天7样不习惯的事情，第一样的东西就是语言。其实马来西亚跟新加坡都是多元种族的国家，我们和不同的种族生活在一起的，有印度人，有马来人，有华人，很融洽的生活在一起。所以在语言方面，我们一定会有非常多的认知。比如说我会马来文，他会英文、广东话一些方言这样子。拿一个例子来讲就好了，在新加坡的时候，我要一杯烧的打包，我要说的就是烧的。在马来西亚讲也是听得懂，不过我在马来西亚 order 水的时候，我就讲这个东西，安迪烧的一杯喝的，然后那个安迪他的反应给我就是烧的，热的。我当下的反应真的是这样子，什么烧的热的，我讲错没？烧的跟热的，其实我之前是没有发现到，还是我刚好去的那一边，它是用热的罢了嘞。其实，在马来西亚很多地方都用烧的嘞，所以烧的、热的，这个就是我第一个回到马来西亚非常不习惯的东西。第二样东西就是手扶梯。手扶梯来讲的话，其实在新加坡每个人都会靠左边站，因为右边的话是方便一些人赶时间的，他们要个人嘛，是他们会走比较快的，所以我们就会让一个右边的让他们去走。回来了马来西亚之后，竟然没有人会靠左边，即使他是一个人的话，他都会站右边的。好像有一次我在 KL 的巴比的，我赶着去看电影，连我就赶时间嘛，我就一直要走，连走到手扶梯上面的时候，我至少遇到了2到3组人，就是可能情侣这样子的，还是一个人，他们都是靠右边站的，所以变成我回到来这边的时候，我还跟他讲，excuse me， 借过一下。虽然这个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只是我发现到了一个小的一个文化差异吧。OK， 第3跟第4有一点类似的，我把它放成一起讲，就是关于交通。新加坡的 parking， 你就是一定会去找一些白色的格子，或者是红白的格子，或者是红色的格子来 parking。在马来西亚，即使那些白色的格子摆满了之后，是吗？他们的车可以顶着那个，就这样子插在那边顶着那个人的。如果我要出的话，我就必须要按 horn 到那个人回来。因为我到 KL 的时候，我去吃一个点心餐馆的时候，有人车要出，可是他的车顶着，他按了 horn 了很久，那个人都没有来。结果那个人下车去到那个车的前面，可能那辆车前面他们有放一个电话号码还是什么，所以那个人去到前面了之后，他就拿起电话号码，然后打电话，打了电话他没有说话的感觉，他就是打了电话通了之后，他就放下来，然后过了差不多1-2分钟后，那个车主就来了，那个车主就跟他招手，sorry 啊，他就直接把那个车驾走了，就大家好像很习惯这个事情啊，更何况我们去吃饭的时候，我吃到一半我会听到一个声音，车主 ABC
1、2、3、4，你的车顶着了别人，请尽快移开。一间点心的店，它竟然有通报服务这样子，还会一个电台会跟你说，哎，你的车顶着了谁，请尽快移开。哇，这样子的话，大家真的是已经把这个东西变成非常非常习惯的东西了。所以在 parking 的方面，我是觉得这个非常有趣了。第4个就是驾车的技术，我在新加坡驾车有2年了，等我回到马来西亚的时候，非常非常的不习惯。第一，我觉得为什么大家都驾到那么快，我的速度已经跟不上了。在新加坡，你驾车的时速是非常的慢的，在那些小路可能你只有40到60，连在 highway 一路来都是90的。在马来西亚highway 就是上110了，个人觉得好像很不习惯了。以前我驾车，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都会阿嘎到左右边，哇，刚刚好这样子过。不会磨到人家，不会刮到人家，也不会撞到人家。新加坡路虽然也是很小，但是他们规划到非常的好，会有一定的位置让你们过。还有就是你晚上驾车的时候，在 highway 的时候没有灯的话，我非常的不习惯了。以前的话还会说，在 highway 没有灯哦，没有灯哦，你自己开你的车头灯，这样子驾车你就很专心了，就看就好了。我回来的时候只要那个路没有灯哦，我整个人就非常的怕，我好像看不到东西哦。因为已经在新加坡习惯新加坡的每一条路都是有路灯的，即使你在那种很小很小的路、很窄很干崩的路里面，都会有路灯。你要闪动，你要闪那些 bumper， 就是那个减速带，会变成你驾车驾到一半，你会说哇有洞，要去闪。还有就是刚才我讲的减速带，减速带大多数都是有一个黄色、黄白色，就是要让你们远就会看到，注意你就要放慢速度。在我住的这边附近我不是讲全部马来西亚，就是我住的这边附近的一些减速带那些 bumper 已经没有气了，已经看不到了，它就是跟马路一样的颜色，黑这样子。所以驾车你不注意的时候，你就是直接穿上去。这个也是我回到来马来西亚过后也是很不习惯的事情就是在这个交通方面。OK， 第5样就是语言，因为马来西亚的主语言是马来文嘛，所以变成你什么东西开头讲的都是马来文。好像我去 order 食物，第一样东西开口的就是讲马来文先。当然对华人的话，我们还是讲华语了；对马来文的话，通常都是讲马来文，所以变成很不习惯。与其讲2年，与其讲700天，比这个日子更久没有讲马来文，沟通上面已经有点困难。我相信这也是蛮多新加坡人的困扰，因为新加坡人的话，马来文可能不是那么好，他们都是英文为主。当然，在这一边，某些人还是可以用英文沟通。我也有遇到一个马来人，他有很坦白跟我说，他的英文不是很好，连我也是跟他说没有关系，我的马来文也不是很好，所以我就叫他你讲马来文，我讲英文，大家听得懂就好了，反正语言只是拿来沟通罢了，只要明白就可以了，对不对 ？OK， 第6样就是驾车，它不是我刚才讲的交通东西，是我个人的习惯。因为在新加坡生活久了，其实你对车已经没有什么要求了，因为新加坡的 public transport 是做得非常的好的嘛，你去哪里其实你搭巴士、搭 MRT 都能已经可以到了，然后加上现在新加坡的 Grab 租的车这些都有了之后，变成你很少会驾车了。有时候我平日好像要去打包吃的，平日要去外面买一些日常用品的话，我走路或者是搭几个巴士站就到了。所以回到马来西亚了之后你去哪里你都必须要驾车，就连在我家外面差不多应该200-300米罢了，我都必须要驾车去。所以就因为这样，我更加的懒惰出门。这一方面，新加坡因为小嘛国家，所以他们做到比较完善，也比较方便。附近都是有些 7-Eleven 或者是卖吃的 hawker center， 或者是 shopping mall， 或者是一些小小的杂货店 NTUC 还是 Speed Market， 全部都会在附近都有，所以你就不需要特地去驾车去找这样子的店，你只需要出门下楼走路一个大概5到10分钟罢了，你就一定会找到这些东西了。所以回到来驾车真的是让我非常的不习惯。OK， 第7样，最后一样就是美食。我跟安仔都是做美食频道为主的嘛，所以第7个我回到来不习惯的美食的方面的文化差异，就是非常的不习惯这边的味道了。以前呢，我是非常喜欢马来西亚的食物，就觉得这边的巴古德这边的粿条子、沙爹还是拉沙还是什么东西，某些食物会让我觉得新加坡的比较好吃。当然不是全部，我还是很喜欢马来西亚的巴古德，还是很喜欢马来西亚的粿条子，也就是新加坡的粿掌，我还是很喜欢这边的沙爹，也是喜欢这边。所以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东西没有好不好吃，只有适不适合你自己吧。OK， 最后我会觉得
每个国家其实都有它自己的一套的习惯，还有一套的文化，就是自己独有的文化啦。即使新加坡跟马来西亚都那么的靠近，都有那么的紧密的关系，都会有稍稍的差别。所以以上就是我个人纯粹分享我700天没有回到马来西亚，然后觉得让我非常不习惯的7样。如果你们有遇到一些文化差异，也可以在下面让我知道，或者是你们也可以告诉我，刚才我说的7样东西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还是我的一种错觉，我只是太久没有回来马来西亚，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一直存在。OK 啦，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为止啦。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所以就因为这样，我更加的懒惰出门，因为我是懒惰出门而驾车，不是，我是懒惰驾车而出门。